这只狗狗对着天空狂叫，紧接着天空出现了异常现象，成群的乌鸦像是受到了惊吓，漫天乱飞。到了晚上，狗狗突然感到不安，安置好孩子后，狗狗对着房子着急狂吠，因为它想要叫出主人。但爷孙俩只感到奇怪，并没有在意。爷爷这时发现水杯在抖动，但为时已晚，房子就开始剧烈震颤，沉重的衣柜倒下，爷爷用后背顶住，保护怀里的孙女，被困在了原地无法动弹。更要命的是，爷爷的腿部受了伤，正不断流血，余震还时不时的发生，碎片不停掉落。此时，屋外的狗狗救主心切，正在努力的挣脱绳索。他踩着破碎的玻璃，脚上已经鲜血直流，但他仍不放弃。最后努力一跃，他成功了，跑进屋里，踩着破碎的玻璃，也顾不上疼痛，找到了主人，舔了舔主人的脸，像是在安慰他。接着他用力咬住爷爷的衣服，想要把他拽出来，可狗狗的力量还是太小了，最后被弹在柜子上。爷爷抱着昏睡过去的孙女，感觉生命快到了终点，他对老天祈祷，要用自己的命换孙女活下去。这时，懂事的狗狗又出现了，它叼着拐杖来到爷爷面前，示意爷爷要活下去，千万别放弃。可就在这时，余震又来了，这次房屋很快就被震塌，女孩的家瞬间就被夷为平地，爷孙俩不幸被埋到了废墟下，不知生死。这一幕直接把狗狗吓懵了，它呆在原地，顿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没一会儿，狗狗缓过神，它毫不犹豫冲向废墟。这只狗狗在拼命刨土，看效果不好，直接上嘴，但它的力气太小，挪不动木头。它还不死心，又用受伤的爪子不停地刨地上的土，从晚上刨到白天，爪子都被磨出血了，还不肯放弃，因为它要救出困在废墟中的主人。它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，也感染了年幼的孩子们，他们一起帮助母亲。狗狗对着里面叫了好久，终于，主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主人还活着，它更加拼命。这时，救援飞机来到村庄，狗狗听到声音，立马跑了过去，终于找到救援队。它对着救援人员狂吠，还咬着包不松口。可是，在队员眼中，狗狗是在玩闹，就把它拉开。幸好细心的队长发现了不对劲。飼い主がいるのか？そうなのか？狗狗没有回应，掉头就往家里跑。救援人员急忙跟了上去。狗狗怕他们跟丢，在丁字路口停了下来，等了等，最后他把救援人员引回家，在废墟前不停地叫。队员明白里面肯定有人，他们一边喊一边翻开木堆，终于发现了爷孙俩。经过队员的努力，加上狗狗在旁边的鼓励，爷孙俩得救了，狗狗也松了一口气。救援直升机也赶到，由于气流的问题，飞机无法降落，队员只能抱着爷爷上飞机。轮到女孩时，他恳就把狗狗也一起带上，但爷爷失血过多，时间紧迫，情急之下，救援队员只能先救人。女孩哭着撕心裂肺，说一定会回来救她。看着主人被带走，狗狗很无助。飞机飞走了，狗狗飞奔追了上去，追了很远很远，最后它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，久久不肯离去。狗狗原本是只被遗弃的幼犬，被女孩收养。它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陪着主人在草地里玩耍。在主人的照顾下，狗狗被养得圆滚滚，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但这场地震打破了它的幸福生活。狗狗失落地走回家中。自从村里的人都被转移后，这里只剩下狗狗和它的孩子。没有主人的日子让狗狗变得异常安静，它天天坐在家门口盼着主人能够回来。可它等了很久很久，主人却依然没有出现。它不知道的是，一只宠物狗在缺少食物的荒野生存是有多艰难，更何况它还有3个孩子要喂养。这只狗狗救了被地震埋在废墟里的主人，却被无情抛弃。在灾区没了主人的喂养，只能从废墟里翻找食物。这天，狗狗刚从废墟里找到吃的，就看到乌鸦正在攻击自己的孩子。狗狗没多想，直接冲了上去，拼命的驱赶。虽然被抓伤，但为了孩子，它没有丝毫退缩，终于吓退了乌鸦。在一旁默默地看孩子们吃着，看着包装袋静静地发呆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想要抓只鸽子，可又失败了。地震后的天气反复无常，天冷时他找出毛毯给孩子们取暖，下雨时就在破旧的屋檐下躲避风雨。狗狗并没有忘记主人，来到熟悉的草地，静静地等待。晚上下着雨，狗狗带着孩子们经过木桥时，余震又来了，瞬间他们坠入了湍急的河中。幸好狗狗眼疾嘴快，叼起孩子就往岸上游。3个孩子都被他成功救上岸，而他因为多日没有进食，加上过度疲劳，他倒下了。孩子们在一旁不知所措。这天，女孩得到一个好消息，救援队认为地震已经基本结束，现在安全了，让村民们回家拿一些重要物品。一下飞机，女孩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，在废墟前大声呼喊着狗狗，却不见狗狗身影。这时，女孩突然想到还有个地方没找，她一路狂奔，来到草地，看着曾经和狗狗玩耍的地方。女孩撕心裂肺地喊着狗狗，可狗狗并不在这里。女孩再也绷不住了，趴在父亲的怀里大哭。突
突然，远处传来弱弱的狗叫声，先是跑来一只小狗，女孩高兴跑了过去。这时又来了2只，却唯独没有狗狗的身影。女孩大声叫喊着。就在她绝望时，狗狗出现在远处的山头上，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黑狗，踉踉跄跄地朝女孩走去。现在的它虚弱不堪，委屈地叫了一声。这时，狗狗听到女孩在叫它，立马来精神，飞快朝女孩跑去。女孩抱着狗狗喜极而泣，狗狗也流下了眼泪。其实狗狗很简单，只要你对它好，它一生都会不离不弃守护着你。